大到每个人的气质和性格，其实都会受到家庭和环境的深刻影响啊。每台手机也是一个道理，每个厂商的产品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气质。Xperia 诞生在以黑科技立足啊，在硬件设计上独树一帜的索尼集团，既是幸运啊，也可以说是不幸。极客发烧特立独行是 Xperia 诞生伊始就刻在它的 DNA 里的。全新出发的1系列这次选择在影音体验上下功夫，不知不觉已经更新到了第3代。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看看这台让我们又爱又恨的索尼 Xperia。这一代的 Xperia 的外观 ID 延续了之前的经典设计，钢中带柔。Mark II 想变成新款，直接换上同款动态壁纸就 OK 了。但是在一些细节设计上 ，Mark III 也是做出了调整啊，按键变得更宽更扁平，减少了一份突兀感。新增的自定义按钮可以通过第3方软件实现很多功能，例如截图、切换上一个软件啊，这功能很实用。独立的实体快门按键这次也做了钻石切割纹理，有微单那味儿了啊。转到背部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长焦镜头替换成了潜望式可变长焦镜头，大家可能见怪不怪了，毕竟国产厂商都玩了好几年了。Mark III刚到工作室的时候，虽然说这帮小伙伴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手机，但是一到工作室还是围上来了一大帮人啊，都想要摸摸看看这台索尼的新机。无论在哪个领域哪个产品，这4个字母确实对资深的科技爱好者来说永远有着不小的吸引力。Mark III的宽度控制在了71毫米，这个单手握持的黄金宽度，所以说整个机器是比较修长的。4500毫安时的电池、镜头模组更新等多样技术的升级下，这个厚度啊依旧保持在了8.2毫米。各种旗舰机的配置它也是一个不落，把重量也控制在了187克。索尼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业设计，内部堆叠上还是有2把刷子的。在Mark III的宣传页面上，这次我们可以看到源自阿尔法相机的专业技术，也是这次影像系统的一大亮点，主打拍照的微单手机，这也是第一台搭载潜望式可变长焦镜头的 Xperia。潜望结构的加入实现了3摄4焦段的影像系统，16毫米超广角、24毫米 IMX557主摄，还有70和105毫米2个焦段对应的2.9倍和4.4倍的光学变焦啊，这数字还有零有整啊！而且这次潜望式可变长焦还采用了一颗全新的 MX663传感器，这也是机圈目前第一个支持双核 PDF 的潜望镜头，在对焦速度上可以说是指哪儿打哪儿。另外，蔡司的梯形镀膜也是一个不烂啊，对眩光和鬼影的抑制非常到位，这应该是目前解决他们的最好方案。为了实现更加统一的操作体验，这次Mark III直接给你干掉了原先的相机 App， 取而代之的是摄影大师基础版。不管用的好坏啊，反正你一拿起这台手机就变成大师了。之前的闪光灯、照片比例等按钮全部下移，放置在了快门的旁边。以前需要2只手配合完成的参数调节，现在1只手就可以解决。顶部取而代之的是更深层次的菜单，还有模式切换，加上独立的快门按键，拍照的体验更加接近专业的微单相机。软件上除了之前我们就聊过的非常好用的实时眼部对焦、20 FPS 的高速连拍，这次Mark III又从大哥阿尔法相机上整来了实时追踪功能。在取景器中点击想要跟踪的人或物之后，即使拍摄目标在画面中快速移动或者被障碍物干扰了，追踪号也可以牢牢的锁定目标。无论是对于专业用户还是普通用户，这功能都挺实用的。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 AI 超分辨率，有点类似于微单上的清晰影像缩放功能。说它俩没技术关系，我是不信的。实际拍摄的样张上很难分辨出光学变焦和 AI 超分辨率的区别，两者的观感也非常的接近。但是，一放大的话 ，AI 超分的样张涂抹感就稍微强了一些，有一些油画感啊。不过可用程度还是比较高的。Mark III微单相机系统的另外一个重头就是电影大师 4K 120帧慢动作录制了。这个其实去年我们就和大家详细聊过。总之就是一句话，挺强大的，视频画质非常能打。
去年 Mark II 上的 4K 屏幕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，今年屏幕刷新率也来到了顶级旗舰水准的120赫兹，世界上第一块 4K HDR 120赫兹 OLED 手机屏幕。无论你是看视频还是看电影，无刘海无挖孔的设计可以带来更好的沉浸感。大师模式还有电视部门画质增强技术的加持，既可以展现摄影师眼中的色彩，也可以看到更清晰、更明亮的大好山河。高刷屏也是游戏爱好者考量的重要特性。为了用好这块屏幕，索尼这次加入了一个游戏增强器，除了常见的免打扰防误触，还有诸如高帧率记录、30秒镜头回放、低伽马提升、音频均衡器等等进阶设置。比较少见的镜头回放和低伽马提升器跟大家聊一下。镜头回放打开后会一直在后台默默的录制屏幕，不会干扰你前台任何操作啊。当你点开录屏的时候，会保存之前的30秒游戏画面，对于留存下你的各种超神时刻非常方便，发个短视频、发个朋友圈还挺有用的，是吧？低伽马提升器就是通过调节系统底层的显示信号中的相关电压，从而在尽量不影响显示效果的情况下，控制屏幕的对比度啊。这听起来非常高大上，是吧？最终的显示效果非常简单，就是提升游戏画面的暗部细节，在游戏中可以尽早的发现藏身在黑暗中的敌人。在音频方面，这台机械保留了极为先进的3.5毫米耳机孔，大家可以把极为先进打在公屏上。前置的双立体声扬声器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声音非常的洪亮，对比前代机型，这次音量直接提升了40%。另外，它也是首台支持360空间音效的立体声扬声器，实际表现我们给大家听一下。一个优秀的手机系统该是什么样？每个小伙伴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啊。但是看过这么多手机发布会，上手这么多手机之后，我们可以大致分析出好看、稳定和安全。在这3个主要方面，索尼都做了中规中矩。息屏显示有非常可爱的 Apple 机器狗，每一代手机不同的动态壁纸都非常简约耐看。系统的流畅性和稳定性也确实不错，因为它也没啥特别的功能了。出厂自带 App， 2只手都能数得过来，预装软件也都可以卸载，没有什么高端定制的广告，自带的 App 推送也都不存在。这台机器我们用一个时髦的话来说，就是已经非常接近30系统了。不过大家也都知道，索尼的本地化接近原生，几乎为零啊。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寻找第三方的软件解决你的各种需求。还是希望索尼中国能够更进一步啊！既然是索尼中国了，就多做一点咱们非常本土化的功能，做更多像比如节电优能这样优秀的 App， 方便国内用户的使用。关注我们的很多小伙伴相信都应该听过 One Sony 这个战略，它是知名所吹平井一夫啊大姨夫啊在2013年提出的公司战略啊，希望通过索尼集团内部多个部门的技术整合，打造出极具竞争力的产品。8年时间已经过去了。Xperia 有了阿尔法相机的眼部追焦、实时追踪、音频部门的空间音效等等技术，基本上算是实现了姨父所畅想的 One Sony。不过今天的马克3和5年前的 Xperia 不仅在 ID 气质上非常相近，在系统体验上还是一样的充斥着遗憾。用创意和科技的力量去感动世界，但是我们也知道，科技的力量不仅仅是冰冷的硬件，软件生态构建的人文关怀也是可以感动人心、感动世界的。Xperia 这个系列想要拥抱大众、更接地气、更适合大众用户的系统 OS， 是索尼中国目前最需要解决的事儿。虽然说索尼现在系列的机型都相对小众一些了，但是我们每一代依然会为大家带来体验啊！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一点帮助，可否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。更多任何精彩，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